家好，又是 Ed 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乱试驾系列啦。我上个影片试驾了奥迪 Q5 来到云顶三角，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辆车叫上云顶试驾一下。那首先这辆车呢是一个 2.0 公升的 TFSI 的引擎，经过 remap 之后呢 on wheel 是不到200匹的，可是有330个道啊。记得啊，我再 mention 多一次啊，它是 on wheel， 不要再说为什么原厂说211，可是拉出来不是。然后这辆车还有4驱的 Quattro 系统，还有7速的 S-Tronic 的双离合变速箱。OK， 我们就 ESP off 吧。好，我们打开一下窗，然后我们把 AC 关掉。风是按哪里？上下。好，这里你按。哦，要这样子按的，按风先。哇，好嘞，我们就 manual mode。哦，又是这个声音。好嘞，奥迪。第2次试驾奥迪啊，之前加 A3， 这次加 SUV， 可是也是有 Quattro。昨天呢下过雨了，地上还没有完全干完，半湿半干。而这辆车呢，它是配搭这一个 Michelin 的 Primacy SUV Plus 的轮胎，是不错的啦。哦。18寸，235是吧？你用是235是吧？轮胎？应该是235 60，没有记错的话。现在上个影片我有讲过了。这辆车没有声浪的话，好像有一点对，太安静了。前面是一个 Double H1， 后面是一个 Modeling， 它的过弯的支撑性的确不错，这样子，刚性好，那它的 suspension 也是好。哇，我 feel 到后轮帮我 kick 着去过弯哦。哇，我觉得 ESP 关掉也是好，因为我在过弯之后啊，我在踩油啊还没有 cut 欸。哇，后轮，Alright， 四脚蛇，难怪我看到很多奥迪后面会粘一个四脚蛇。OK， 你知道我是4轮驱动，哇哦，这车挺有趣的哎。感觉到这辆车在大概5500转之后的动力没有这么猛了，所以我还是5500转换挡就好了。因为这辆车反正它的扭力哦，我这样感觉到1500转已经来完了。其实我很喜欢的方向盘的感觉，为什么？很直接，很 direct， 很有 feel。地上的路面的情况怎样我都懂，我喜欢这个 feel， 而且这个刹车也挺棒的。哇，踩一点油，我感觉到我过完踩油会更加的推头少诶，带我过完呢。哇 ，Quattro，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 Quattro 了。之前 A3 好像没有什么 feel 啦，这个真的有 feel。开心诶！
车身重量1850公斤，蛮重一下哦，这个车。好多 ，Thank you。So sorry， 没想到他要打，他应该很紧张，听到为什么这样多打压声来。OK， 休息一下，不错耶。SUV 嘞，大佬。OK 啦，我可以讲我驾这样多 SUV 里面哦，其实我觉得我驾过最惊艳的就是卡宴，真的是很惊艳。SUV 可以发挥到这样的这个操控还有动力嘛。OK， 然后第二辆让我惊艳到是这辆了，我觉得，不愧是奥迪。哎，可是都是同一个集团啊。同一个集团的 Porsche 跟奥迪 VAG Group。Yeah，Volkswagen。Das Auto， 这辆车的这个 MLB 平台也是不错的。还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对对对，蛮灵活的。所以我驾了这样多新款的 MQB， 什么 Volkswagen 的 MQB 嘛，MQB 平台真的是不错的，它的车。还是个奥迪，怎样讲都还是个奥迪。先说我一下，我喜欢它的这个车身动态，它的方向盘的设定我很喜欢，精准，而且它的力道也刚刚好。我现在觉得不会太轻，不会太重，刚刚好。就是没有听到那个声浪的声音罢了。如果 exhaust 的话，我降一个档，嗡，有 rev match 的这辆车。哎，奥迪当年有没有出那个 Supercharge 跟 Turbocharge 这个科技啊？应该是有，你有看到人家有改高600多匹这辆车哦。这辆车。因为之前的 Volkswagen 有出嘛 ，Supercharge 和 Turbocharge， 我们称为叫 Twin Charge 啦。就对奥迪没有讲很熟悉啊，所以它的车系用的 engine 我没有讲很理解。我就知道 S-Tronic 跟 DSG 是阿邦跟阿弟不了。其实槟榔也很找不到，那 KL 我又不熟。哦，你是说这辆奥迪？要改的话，所以有时候要找你业配，可以找你奥迪的。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宝马的这个 Twin Scroll 双涡流啊，我感觉这辆车的这个，在我过完之后，我松开油门在补油的时候，会有一点少许的迟缓。Twin Scroll 有它的优势。嗨，你好 ，Mustang。没有声音的，有啦，2.3。他看到我们来要踩，让他追一下咯，知道吗？都可以。他来哦，都可以。哇哦！哇，很喜欢它的后轮呢。可是没有想到这个 Michelin 和 Primacy SUV 这样爱叫。
没有想到。哎，我们试一下过弯，回头一点点再踩。哇哦 ，perfect man， quattro，perfect。可是轮胎的负担有一点大了哈，因为车身重量哈。哇！哇！它刚刚好在我 Apex V， 幸好。这辆车你不踩油再过弯就推头哦，一踩油就不推头哦，所以你要拿捏得好。我觉得像这种 4 wheel 的车哦，在过弯的时候你不可以犹豫的嘞，你就在过这弯的时候当中，你不要把油门放开，会更加的危险。我觉得当它的这个后轮没有动力的话呢，就来了啦，就甩了啦，可能。那个 brake 很好啊。哎呀，没有换到牙，从2000多转开始上，也 not bad 啦，也不错啦。我要再踩，让那个后轮 kicks in。你会看到这边地上啊还没有干完的，太阳都还没有出来哦。所以我觉得奥迪的 Quattro 是跟你买 CR-V 那种 all-wheel drive 完全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操作跟它的那个操控。就你看小红书那边有写，你尽管踩油，剩下的交给 Quattro。所以我觉得过弯真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你看我过弯啊，推头的好，我踩油 ，Quattro 后面拉你，给你动力，然后前面推头就少了。I see。因为这辆车很推啊，重量的关系啊，所以我真正感觉到后轮在起作用。我驾 Golf R 的时候，我比较没有这样 feel 到，因为 Golf R 推头没有这样严重嘛。小红书有写啊，中国写的嘛？中国写的，对，专门介绍 Quattro 这个东西。我刚刚犹豫了一下，我放了油一下下，减速度太快了。好驾，我明白你的感受，为什么不舍得卖这辆车了？试一下我踩啊，那个就是感觉乐趣啊。所以本集的重点是什么 ？Quattro。OK 了，最好玩的地方玩完了，已经是。有什么感言呢？这辆车对这辆车来讲 ，It's a very good SUV, man。卡宴贵吗？是不是？卡宴真的贵啊。然后旧款的又不美啊，你要买到什么14年、12年那个11年那种那款才美嘛。可是有奥迪在，09年就比较难找是吗？12年那种就，因为我没有看过，很少看到09年的。因为我看到 Wikipedia 也是写10年开始，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辆是09年。09年的生产 ，Register Malaysia 是12啊，14年，13
现在我放 Sport 的 Auto， 挺不错，它的这个换挡。啊！这辆车可以让我笑嘞！在座的各位，如果喜欢驾车的话，这辆车也可以满足到你。你要记得它是一个 SUV 啊，大哥 ，SUV。我要一直强调它是一个 SUV。那你对这辆车的评语有什么吗？我吗？没有，就好驾。感觉到整辆车的 everything is alright， 因为有时候我们驾车它没有给你什么 feedback。所谓人与车交流是很重要的。如果一辆车它给到你的信息，你跟它之间有一个沟通的话，它会让你笑，它会让你开心。真正会驾车的人呢，都是去体会一下这辆车，到底它的这个不同之处在哪里，然后到底它会不会让你开心，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会驾车的人会去享受的一点。那不是每个人有这种感觉的哦，有些人是就是个车嘛，拿来代步而已嘛，就可以走，可以停，可以带我去我要去的目的地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同啦，所以看你买车是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买，自己的喜欢而买。总结来讲，这辆车一个 SUV Luxury Compact SUV， 很好的一个方向盘的回馈，变速箱，动力，操控，它是我第二次觉得蛮好驾的一个 SUV， 除了卡宴之外。非常感谢车主特地从槟城下来让我试驾奥迪当然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试驾另外一个奥迪。这个大灯挺帅的，奥迪 Q5 Quattro 终于呈现在你们的眼前了。刚刚车主呢就下车有说，看着自己车，感觉这样腾云拓海，看着自己车这样。如果这个轮胎是用这 PS4 SUV 的话呢，相信它发挥的更好哦。哇，今天真的是够冷哦，很多雾，我喜欢这样子，看了那个车都神神秘秘的那种感觉。好了，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们有朋友想要玩奥迪的，或者是喜欢奥迪的朋友们，不妨把这影片分享给他。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是爱的人，爱的人，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 ，Goodbye。